这段时间，你到底怎么了？总是躲着我，信息不回，电话也不耐烦。没怎么，就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了。不合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和我说不合适？时代变了，我想要的，你给不起。你还记得我们当初在一起说的那些吗？我们不是说好了买完婚房我们就结婚的吗？那是以前了，过去了就别再提。行，我懂了。我们分手，这婚作废。什么情况？没走错，那就是一个人住进我家了。谁啊？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们许家的钱大姑爷吗？怎么舍得回来了？谁让你进来的？什么叫谁让我进来的？我闺女的房子，我这个当妈的住2天，碍着你什么事儿了？第一，这房子是我全款买的；第二，我跟许巍已经分手了；第三，我现在只说一遍，从我家里滚出去！你家你要不要脸啊？房本写的是我闺女名字，这房子法律上就是我闺女的，你一个前男友跑来撒什么野？让开！我今天就不让，你能把我怎么着？你敢碰我一下试试？信不信我现在就躺地上告你个入室伤人？哎呦，这是怎么了？小两口闹掰了呀？大家都来看看啊！这个男人分手了还不死心，跑到前女友家门口来闹事，真是不要脸啊！演够了吗？把许巍叫出来。叫他出来干什么？让你再骗他一次，还是让你再装深情？说什么微微，这房子是我给你的未来？呸！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我最后说一遍，让许巍出来。妈，你别跟他吵了。陆晨，你怎么一回来就这样？我们都已经分手了，你就不能体面一点吗？体面？你把我房锁换了，带着你妈住进来，现在跟我谈体面？这房子写的是我名字，我住进来有什么问题？有。首付是我出的，月供是我还的，装修是我掏的钱，家电家具是我买的。你现在站在我花钱装出来的客厅里跟我说有什么问题？你花点钱怎么了？你跟我闺女谈恋爱给她花钱，那不是天经地义吗？你一个大男人送出去东西还往回要，你丢不丢人？阿姨，你最好搞清楚，送礼物叫赠与，拿我的婚房当你全家的养老院叫抢。抢？你敢说我抢？你个黑心肝的东西！当初追我女儿的时候，阿姨往我家挨短，恨不得给我当儿子，现在翻脸不认人了啊！现在后悔当初没长眼。许巍，你看看你找的是什么畜生？分个手就翻脸，房子还想收回去，他这是要逼死我们娘俩呀！陆晨，讲点良心行不行？我跟了你3年，青春都给你了，现在我们只是感情不和，分开而已。你至于把事情做这么绝吗？青春给我了，你是陪我3年，不是坐了3年牢。别说的好像我欠你一条命。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吵什么呢？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哟，我当是谁？原来是我那个冤种前姐夫回来了。把我的衣服脱了。怎么了？我穿不行啊，这个房子里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让你脱了。我要是不脱呢？我的东西你凭什么穿？你的东西现在是在我家，那我就进去，亲手给你扒下来。妈，这小子要进来了！你干什么呢？还不快去拿擀面杖！你敢进来试试？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你试试。你还敢躲？我的腿！妈的打我！你这个畜生！你敢打我儿子！我要报警！
这就是我的前男友，分手后还来家里打人。录吧，最好发到网上去。喂，警察吗？我要报警。地址是环江花园 C 栋2单元1305。哎呦，这是怎么了？还惊动警察了？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警察同志，有什么事吗？你报警说这里发生了暴力冲突，请问发生了什么？警察同志，就是他，他分手后还跑来闹事，还打伤了我儿子。我想先澄清几点：第一，这是我的房子，房产证在这里；第二，他们非法侵占我的住宅；第三，他们先动手，我是正当防卫。楼道里有监控，可以调取。我的手机里有完整的对话录音。请问这房子的产权人是谁？是我。那请问，这位先生是怎么进来的？他是我前男友，他有钥匙。那你为什么要拿擀面杖打他？我以为他是来砸东西的。从监控来看，是这位先生先动手的。这位先生的防卫是正当的。什么正当防卫？他打伤了我儿子，你们要赔医药费。关于房产的问题，这是民事纠纷，但非法侵占他人住宅是违法的。请问你们什么时候搬出去？我不搬，这是我的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但这位先生是出资人，在判决之前，你们不能阻止他进入自己的房子。我想在这里住一晚，以防他们再动手，我会随时再次报警。可以，有需要可以打电话报警。我想你们应该看看这些：房款、装修费我掏的，家电家具我买的，这些都有凭证。陆晨，我们能不能好好谈？没什么好谈的。明天上午10点，我要你们全部搬出去。你凭什么？这房子写的是我闺女的名字。我凭什么？我凭这些。我已经委托律师准备起诉你们非法侵占，同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冻结这套房子。你怎么能这样？明天上午10点，在这里不要让我再看到你。还有2个小时。喂，是律师吗？关于房产的诉讼什么时候能立案？好的，谢谢。哎呦，这是搬家呀？陆晨，你就这么狠心吗？我们3年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感情早就结束了，现在只是处理遗留问题。大家都看看，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情无义。我女儿跟了他3年，就这样赶我们出来。这小伙子也太狠了！你没听他说吗？房子是他买的，他凭什么让别人住？小陆，听说你分手了？怎么回事？我听说你还把人家赶出了房子。那是我的房子，可是人家毕竟跟了你3年啊。所以呢，3年就能让我把自己的房子送出去？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这样做会不会太绝了？我不欠任何人，我出钱买房，我有权利决定谁住谁不住。算了，我就是随便说说。好，现在这个房子又是我的了。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不，这只是开始。东西我都发给你了，1个星期后我要让他们上法庭。妈，这可怎么办啊？慌什么？房产证上写的可是你的名字。现在开庭。本案审理原告陆晨诉被告许巍、刘桂芬、许亮房产所有权纠纷及非法侵占住宅一案，请双方当事人及律师依规陈述事实。尊敬的法官，我的委托人陆晨全额出资购买案涉房产，所有款项均从其个人大户转出，已提交完整证据，足以证明原告为该房产唯一实际负资人。被告方针对原告陈述的事实，你们有何辩解与陈述？法官大人，我和陆晨真心相恋3年，一直是以结婚为前方交往的。当初他说房子是买给我们结婚用的，是送给我的未来保障。现在我没有任何过错，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原告口头的房产一说，是否有书面有协议、聊天记录公证或其他第三方有效证据？
我们当时是真心相爱的，根本没想过要立字据，没有书面证据。法庭审理以证据为依据，没有有效证据佐证的口头陈述，无法作为判定依据。法官大人，你不能偏听偏信啊！房本上写的是我女儿的名字，这房子就该是我女儿的。被告肃静。法庭禁止喧哗，房产登记仅为物权公示，实际出资情况、赠与条件均是本案判定关键。原告律师，针对案涉房产的出资性质、赠与条件，你方还有补充证据提交吗？有的，法官。这是原告与被告恋爱期间的完整聊天记录，明确记载该房产是以缔结婚姻为唯一条件的赠与。现双方分手，原告有权依法撤销赠与。经合议庭审理，本案事实清晰，证据充分，该赠与以结婚为前提，现条件不成立，被告方构成非法侵占。判决：一、被告于判决生效7日内搬离；二、赔偿原告律师费、诉讼费等5万元；三、诉讼费用。我不同意，这个判决不公平，我要上诉。本案一审判决到此终结，被告如不服，可在15日内上诉。现在闭庭。我们的房子就这样没了，凭什么？都怪微微当初没留心眼子，要是逼着他签了书面赠与协议，哪能落到今天这个地场？陆晨不会以为这么容易就能安安稳稳拿回房子吧？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还有别的办法？哥们儿，你上热门了。我上热门？就是你自己看吧，事情有点麻烦。我真的没想到3年的感情，我付出了全部青春，最后会变成这样。那个畜生追我闺女的嘴的时候，嘴上说的比蜜还甜，结果1分钟就把我们娘仨赶出去，连我儿子都被他打得站不起来。我姐就是太善良，才被这种人渣欺负。大家一定要替我们做主。我不要钱，也不要房子，我只想要让大家知道，这种披着人皮的男人到底有多可怕。这视频下面已经10几万点赞了，评论全是骂你的。这种男的真恶心，分手还打女人一家。都把房子写人家名字了，还好意思抢回去？建议曝光他公司信息，必须严惩。好，哭上镜了，戏也开场。陆晨，你来我办公室一趟。小陆啊，你最近这个私人问题在网上闹得沸扬扬，对公司影响不太好啊。影响到公司正常运营了。现在网上有人扒到了公司信息，已经有不少网友打电话来询问。所以呢，公司希望你先把个人问题处理干净，要不然你先回家休息几天。说直白点，公司不想惹麻烦，不想因为你的私事影响整体声誉。明白了，出事的时候先切割，永远是职场第一美德。小陆，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公司也是无奈之举。不难听，挺真实。给我半天时间，下午之前这件事我会彻底处理干净。你确定能解决？这事儿现在闹得全网皆知。确定。他们一家要靠眼泪吃饭，我不一样，我靠证据。房款流水、装修转账、聊天记录、完整录音、楼道监控、报警回州、法院1审判决书。你们不是想玩舆论吗？行，我陪你们玩一把大的。陆晨，房子都写我名字了，你别老拿谁出的钱说事，写了就是写了，你懂不懂？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听不懂吗？万一以后真分了，这房子总得有个保障吧？家暴，行，那就让全网看看，谁才是先动手的那条狗。家暴男打女和老人，你还是人吗？一群连真相都懒得看的人，骂起人来倒是一个比一个起劲。等会儿我发证据的时候，希望你们骂人的手也能一样快。哭吧，我倒要看看，这次谁替你们哭。我靠，反转了！房子真是男方全款买的，这女的也太能装了。那个弟弟是先拿擀面杖动手的，明明是正当防卫。法院判决书都有了，这女的还哭个屁呀！这不就是一家吸血鬼吗？
我不要房子，结果人都被法院强制搬了，大型打脸现场。陆晨，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发网上？不是你先发的吗？只许你卖产造谣，不许我澄清。那怎么能一样？我是被你逼的。你们颠倒黑白的时候，怎么不觉得是被自己逼的？你现在删掉，立刻马上删掉所有内容。你求我？什么？不是喜欢哭吗？来，换个姿势，跪着哭，或许我可以考虑。陆晨，你这个王八蛋，你毁了我！毁你？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无辜。我现在不过是把你们干的脏事原封不动扔回去而已。陆晨，你个黑心烂肺的小畜生，你把我闺女害成这样！阿姨，你嘴巴放干净点。干净个屁！你赶紧把那些东西删了，不然我跟你没完！你们不是说我打女人吗？继续告啊！法院门朝哪儿开，不用我教你吧？你把我闺女名声弄臭了，以后谁还敢娶她？你这是要逼死她！那太好了，省得下一个倒霉蛋再被你们一家扒皮吸血。你给我等着，我们跟你拼了！我不会放过你的！行，我就在这儿，有本事别光在电话里喷粪，当面来说。原来是捞你一家啊，真是大开眼界，太恶心了。偷拍视频哭惨卖惨，结果证据一出来全塌房了，演戏都演不圆。这丈母娘嘴脸也太恶心了吧，蛮横不讲理，一家子都不是好人。男方已经够体面了，要是我根本不会等法院判完，早就让他们难堪了。许亮那一棍子下去，居然还敢装受害者，脸呢？脸皮比城墙还厚。不对，他们一家这么不要脸，为了房子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可能挨了这一巴掌就乖乖老实。你还是不是人？把人逼得要跳楼，真要是跳下来，我们这房子还怎么住？怎么转手？全毁了！你自己的感情破事儿，凭什么连累我们整栋楼的住户？好好的房子变成人命楼，你赔得起吗？心太黑了！就算感情闹掰了，你就不能退让一步吗？非要把人逼死，连累我们跟着倒霉，太自私了！就是，人家一个女孩子能逼到这份上，肯定是你做的太绝！赶紧把网上的东西删了，别害我们！你干什么去？你别刺激我女儿！去看看你女儿，是真的要跳，还是又在表演？陆晨，你来了，我活不下去了。你把那些视频发网上，现在全网都在骂我，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我妈说我再也嫁不出去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你把网上那些东西全部删掉，我就不跳。行，你跳吧。什么？我说你跳吧，别在这儿演了。楼下已经围了100多人，你妈也在楼下哭闹造势，你跳下去，保证立刻上热搜。到时候你就是全网同情的被前男友逼死的可怜女孩，我就是人人唾骂的杀人凶手。你怎么能这样？怎么了？不敢跳了？那就给我听好了，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要么你跳成全你自己的苦情人设，要么你跟我下楼，当着所有邻居的面，把你们一家怎么骗我，怎么觊觎我的房子，怎么策划这场碰瓷闹剧，全部一五一十说出来，选一个。我不。你不什么？不敢说真话，那就跳。反正你们一家已经没有比这更狠的招了。我不跳，我不跳。
那就跟我下去。陆晨，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放过我这一次吧。现在知道错了，晚了。微微，我的女儿啊，你没事就好。大家都看看，这个畜生把我女儿逼到寻死觅活，害我们整栋楼都要变凶宅。妈，你别担心，他那么在乎这房子，我们就死死拿住。对对对，当初把房子写你名字，就是为了这一天。到时候分手了，房子就是我们许家的。这傻子还真以为自己是绝世好男人，我们就慢慢吸他的血，吸到他1分钱都剩不上。他现在还天天给我买包，给我转钱，等我们彻底拿到房子，就直接跟他翻脸，让他滚蛋。到时候我们一家3口舒舒服服住这大房子，让他一个人在外面喝西北风去。这居然是早就设计好的骗局！合着他们是故意跳楼碰瓷，连累我们担惊受怕。不是，那是误会，我们不是故意的。那个卖惨视频我已经拍好了，等我们搬进他家，我就发到网上，引导网友骂他。对，先哭惨博同情，再碰瓷他家暴，实在不行就演跳楼，把事情闹大，让他被网友骂死，还得怕楼变凶宅妥协。我还留了绝招，到时候我拿擀面杖主动打他，逼他还手，他就是家暴男。你真聪明，这样一来他百口莫辩，房子和钱都得是我们的，邻居们也都会帮着我们逼他妥协，就赌他在乎名声，赌邻居们怕房子贬值，肯定能拿捏他。太过分了，为了骗房子，拿我们整栋楼的房价开玩笑，故意演跳楼戏码。小伙子，对不起，我们错怪你了，差点被这家人彻底骗了。不用道歉，你们只是被他们的假象骗了，但他们一家从一开始就是故意诈骗，不惜连累整栋楼的邻居。许巍，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你自己去警察局自首，如实交代你们一家的诈骗计划；第二，我把这些录音视频所有证据全部发给你们的律师、你的亲戚朋友，还有你的工作单位，让所有人都看清你们的真面目。选一个。我选第一个。太晚了，我已经都发了。小陆啊，不是阿姨多嘴，你这回是真把人得罪狠了，那家人一看就不是善茬。对呀，我今天一早就看见楼下停着几辆黑车，里头坐的个个凶神恶煞，都不像好人，你可得小心点。小陆，我们不是替那一家子说话，我们就是觉得你现在也算赢了，房子拿回来了，名声也澄清了，差不多就行了。真把人逼急了，回头谁知道他们干出什么极端事儿来？你们是怕麻烦找到自己头上，想让我息事宁人，别连累到你们吧？可这也正常吧？谁不怕惹麻烦？怕麻烦，所以让我退；怕人报复，所以让我认栽。他们一家拿我的房、我的钱、我的脸面，踩着我往上爬的时候，你们在门口看热闹。现在他们可能还有后手，你们就跑来劝我差不多得了。这世上怎么什么便宜都让你们这种人占了？许巍一家那边诈骗、诽谤、非法侵占住宅几项罪名基本已经坐实，证据链完整，提起公诉只是时间问题。我知道，但这只是表层，背后还有隐情。这个人是整件事里隐藏的关键人物。谁？夜潮酒吧老板，也是许巍真正一直没断干净的秘密情人。他这3年从你这里拿来的所有钱财，有一大部分被拆分成无数笔小额转账，最终全部流入夜潮酒吧相关账户。我们怀疑李浩表面是开酒吧，实际上一直在利用酒吧流水清洗灰色收入。也就是说，我掏心掏肺给许巍花钱，最后反倒养了他的情人，养了李浩。可以这么理解，许巍从头到尾都是在帮李浩敛财。行，真行。我还以为我只是碰上了一家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原来后面还站着个吃软饭吃到我头上的阴狠角色。你就是陆晨？哪位？阿宝许亮朋友。哦，坐牢那个废物的朋友。没听见啊？有事说事，没事挂了。我没工夫陪你浪费时间。行，那老子就直说，
你把亮子一家整成这样，够狠的。现在给你2条路选：第一，明天去警察局改口，说之前那些视频录音都是你伪造的，帮他们翻案；第二，把网上所有澄清内容都删了，再拿50万出来赔礼道歉。说完了。还有第3条。我知道第3条，打到我跪着选。地址你知道，门我给你留着，想来就来。但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多带几个人，不然我怕你挨完打，还得自己爬回去。好，你给老子等着，我现在就过去。好，我等你。你故意激他，不激他怎么会来得这么快？怎么能把背后的人引出来？你想用阿豹把李浩调出来，不是想，是一定。来了。这么快？这种人就一个好处，蠢，而且急，被人一挑就炸，刚好省事。报警吗？先不用，你要自己来。放心，不会打太久。我没兴趣陪垃圾活动筋骨，解决完他们，才能钓出真正的大鱼。豹哥，要不要直接冲上去把人拖下来？拖什么拖？人家不是说门给咱们留着吗？那就光明正大上去，当着他邻居的面，好好教教他怎么做人，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走。陆晨，滚出来！别做缩头乌龟！开门，赶紧开门！再不开门，豹哥今天直接把你家门卸了！完了，真找上门来了，这下要出大事了。哟，我还以为你要躲到报警呢，倒是敢出来。收拾你这种货色，用不着报警，浪费时间。你是真不怕死？我怕你待会儿挨完打，哭得太难听，吵着我邻居睡觉。行，看来你是真没挨过收拾，不知道天高地厚。老子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删掉网上所有东西，去警察局改口，再跪下来给亮子一家道歉，不然今天这层楼谁都别想安生，我闹到你鸡犬不宁。谁再动一步，我就让谁见血。豹哥，都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往死里打！这小鹿看着文质彬彬，居然这么能打。好，真好，你是铁了心不给自己留活路了。你说反了，是你今晚没活路。阿豹，你想清楚，动棍子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刑事犯罪。律师是吧？你少吓唬我！今天老子就要当着你的面废了他！豹哥，等一下，浩哥电话，非要你立刻接。什么事儿？没看见我正忙着吗？浩哥有急事，让你马上接。你到陆晨家门口了？到了。打起来了？打了。人呢？按住了？没按住，这小子有点身手。把手机给他。我们浩哥要跟你说话。陆先生，初次打招呼，场面这么难看，多见谅。你就是李浩。看来你比我想的查的还要快，倒是我小看你了。还行，主要是你吃相太难看，不查都能闻见味儿。阿豹这个人做事鲁莽，不懂分寸，但说到底，大家都是来解决问题的，没必要闹得太僵。解决问题，带着混混，拿着甩棍，上我家门口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说他做事粗鄙，我回头好好教训他。这样，你先放他和手下下楼，给我5分钟，我亲自上来，咱们当面聊，把事情说开。你让我放我就放，不然呢？你还有更好的选择。不然你上来自己领人。行，我马上到。你认识我们浩哥？刚认识，不过已经不太喜欢了。跟我说话，站直了，别没个样子。这场面倒是比我预想的还要难看几分。浩哥，这小子下手太黑，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久仰，李老板，我先替阿豹跟你道个歉，他行事鲁莽，不知分寸，冲撞了陆先生，是我的疏忽。浩哥，您跟他道什么歉？事已至此，你出手惩戒，气也该出了。把我的人交给我，今日这场闹剧就此作罢。我要是不给呢？陆先生，阿豹不过是个四肢发达的粗人，跟他置气，未免有失身份，不值当。巧了，我今天心情欠佳，偏偏就想跟粗人好好计较计较。你非要把事情做绝，不留半点余地。你说反了，是你的人先带着棍子上门来敲我的门，是你们先不留余地。陆晨，我已经亲自登门，给足了你体面。你打了我的人，折了我的面子，我依旧站在这里跟你好声好气商谈，这已经是我能给的最大的台阶。台阶？李浩，你拿着从我这里骗走的血汗钱，开你的酒吧发家了，如今还有脸跑到我家门口给我台阶下？我倒是想问问，你的脸皮是用防弹钢板铸的吗？你查的倒是挺快，看来是早有准备。还不够快，不然你今天根本没资格站在我面前。看来你是铁了心，不想善了。善了？你先让阿豹带人持猎上门寻衅，如今反倒跑来跟我谈善了，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跟许巍一样，几句甜言蜜语就能轻易哄骗上当？浩哥，跟他废什么话？这小子就是欠收拾我今天非得。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你主子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下人插嘴？不懂规矩。陆晨，你过界了。过界？你带的人持猎上门寻衅，我只抽他一巴掌，这就叫过界？那我不妨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过界。李先生友情提醒，从阿豹上楼砸门持械威胁，到你方才要求我的委托人交人，全过程都在录音录像，证据完整。你现在带人立刻离开，这件事尚有转圜余地。若是继续闹下去，你酒吧那些见不得光的账目，未必经得起警方彻底清查。你们不光查我，还查我的生意。不然呢？坐等你来算计我，等你良心发现。好，陆先生，果然有胆识。是我今天小看你了。不用等到今天，你从一开始就彻底看错我了。阿豹，走。浩哥，就这么算了，我们就这么走了。走。姓陆的，你给老子记着，这笔账我早晚给你算。记着呢。你这张挨打的脸，倒是挺好认。夜潮酒吧，我在包厢等你，你敢来吗？你都敢亲自下请帖，我有什么不敢去？好，那我们明晚新账旧账一起算。你真要去夜潮酒吧？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凶险难测。我知道。阿豹今天在你这儿吃了大亏，丢尽了脸面。李浩明晚把你叫过去，不可能只是喝酒聊天，一定会设下圈套。他当然不是找我聊天，他只是想把今天丢掉的面子，在自己的地盘上找回来，找回主动权。那你更不该以身犯险。因为他今天也看出来了，我已经摸到他的底线，掌握了他的把柄。他现在只有2个选择，要么想办法压住我，息事宁人，
要么想办法买通我，掩盖真相。不管是哪一种，都是他主动把脖子递上来，给我抓他的机会。你准备怎么做？明晚他要是还想跟我装体面和稀泥，我就先撕他一层皮，让他当众露出真面目。陆先生，李总已经在楼上包厢等您了，我带您上去。架子挺大，还要客人等。李总平时应酬多，向来如此，您别介意。我不介意，我一般只介意死人。来了就好，我还怕你不敢来，这次非得让你付出代价。陆先生，李总就在里面，您请进。他怎么也在？今天聊的是你们之间的过往恩怨，他作为当事人，当然该在场。你错了，我跟他之间早就一刀两断，现在要解决的是我跟你之间的账。行，那就聊我们之间的事。昨天的事算阿豹做事冲动，不懂分寸，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他冲不冲动跟我没关系，他是你手下，是你让他来的，那就是你的责任。你很聪明，也很有胆识，你很脏，从里到外满是算计。那我就把话说直接点，许巍一家确实有对不起的地方，房子、钱财、装修能退的我让他们尽数退还，不能退的我全额补给你。至于昨天阿豹上门寻衅，你也已经把面子找回来了，这件事儿就此作罢，互不追究。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和解的，我是来看看那个拿着我的钱在外面摆平事端养着打手睡我前女友的男人到底长什么嘴脸。陆晨，你别太过分。过分？你怎么会有这个？这不可能！李老板，现在你还想跟我谈到此为止吗？一段截取的聊天记录说明不了什么，别想借此栽赃。你不是总爱哭吗？来，现在哭一个我看看，看看还有没有人可怜你。陆晨，我当时也是被逼的，我不是故意的。闭嘴！你现在一开口我都嫌脏。阿豹，浩哥，我最后问你一次，这事儿你到底想怎么了？很简单，你拿我的一分不少吐出来，你欠我的加倍赔回来。你们怎么踩在我头上作威作福，我就怎么把你们按下去，让你们付出代价。陆晨，你真以为你今天还能从这儿走出去？这是浩哥的地盘，由不得你放肆。怎么，昨天那巴掌没挨够，还想再来一次？在这儿，我说了算。你说了算？给你2条路：第一，明天去警察局改口；第二，拿50万赔你；第三，老子把你打到跪着选。你他妈露营呢！陆晨，我人已经亲自上来了，你打了我的人，折了我的面子，这已经是我给你的台阶。台阶？李浩，你拿着从我这骗走的钱开酒吧发家，还好意思给我台阶？你这脸皮是拿防弹钢板做的。明晚8点，夜潮，你敢来吗？这段我已经发给了我的律师，还有备份，很多备份。你在威胁我？不是威胁，是通知。浩哥，别跟他废话，直接。你的狗还是管不好。你以为有录音就能压住我？不是压住你，是让你明白，你现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在被记录。那你想怎么样？很简单，许巍一家
该赔的赔，你酒吧那些账自己去警察局自首。阿豹这条狗，以后别让它再出现在我面前。做到这3点，我就当今天的事没发生过。自首？陆晨，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凭什么听你的？你以为你有那些录音就能拿捏我？我告诉你，那些录音对我来说屁都不是，因为我根本不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早就做好了准备。从你第一次查许巍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查到我，所以我早就把所有能转移的东西都转移了，所有能洗的账都洗了。现在你就算把那些录音交给警察，他们也查不出什么。而你呢？你现在在我的地盘里，你身上没有任何防卫工具，我这儿有10几个人，你觉得你能走出这个包厢吗？浩哥，现在还用废话吗？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跪下给我磕3个头，再把你手机里的所有东西删了。我可以当今天的事儿没发生过，甚至我还可以让许巍把房子过户给你，怎么样？你知道吗？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全录了。你从我早就做好了准备开始，到我可以让许巍把房子过户给你，全都录了。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现在都在网上，有2000多个人在看，还在继续增加。你敢！别让他跑，快拦住他！上车，快！给我等着！直播还在吗？在。现在5000多人了。警察那边呢？已经接到举报了，应该在赶过来的路上。你这一手真狠。他们先动的手，我只是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绝。这是什么？现场直播黑社会，太赶了！看见没有？现在全网都知道李浩是什么东西了，他再想洗白也洗不了。他肯定会想办法删视频。删不了，我早就把这段视频备份到了云端，而且发给了警察和媒体，他想删也删不干净。你这一手真的是把他往死里逼。他们先往死里逼我的，我只是按照他们的规则玩回去。这个李浩真的是活腻了，当众威胁、敲诈、非法拘禁，这一套下来少说也得5年起。不止，这个直播里他还承认了自己在洗钱，这又是一条重罪。浩哥，警察来了，已经到门口了。现在网上已经有5万多人在转发这段视频了，各大媒体也开始跟进报道。明天早上，这肯定会上全网热搜。警察那边已经正式立案了。李浩、阿豹还有那几个手下会被立刻刑拘，一个都跑不了。许巍一家也牵扯其中，涉案颇深，同样跑不了。许巍一家完了，李浩也完了，阿豹更完了。他们都以为自己能拿捏我，都以为自己能高高在上压住我，可惜他们碰错了人。全部落了。许巍诈骗罪、协助转移资金罪判5年，刘桂芬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判3年，许亮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判2年，李浩洗钱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协助诈骗罪判10年，阿豹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持械威胁罪判4年。还有，他们除了退还所有骗取的钱财，还要对你进行额外的经济补偿。你现在是真的赢了。都结束了。